各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巴米艾大学的同学们、老师们、伙伴们、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新城开盛景，红叶晨东风，巴米艾云端国际大学1月行动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熊英。今天呢是早上的7点钟，能够在这个时间点来到我们巴米艾国际课堂的小伙伴，我想先对你说一声，你已经赢过了昨天的自己，请为自己点一个大大的赞。今天是我们行动圈的第4天，主题是大咖对你说。为什么要设置这个主题呢？我相信昨天、前天，当我们的这个课程的通知发出来以后，所有的伙伴是不是内心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都想在爱健康成长，我们都想成为千人大将军，我们都想成为万户侯，我们都想成为百人幸福长。在这个成长的路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其实人和人之间拉开距离的，为什么有的伙伴上得早，为什么上得晚一点？拉开距离的，大家说是不是聪明啊？不是，那是什么呢？是当我们的成长当中感受到痛的时候，我们是选择后退，退回到我们的舒适圈，还是选择继续往前？当我们感到痛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不行，而是我们正在脱离旧版本的自己，大家认同吗？认同的伙伴打一个311。而今天我们的3位老师，佩纯老师、王颖老师和我们的基娜娜老师，他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曾经痛过，他们都是自己扛过来的，都是自己熬过来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不是来听成功的故事，那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呢？我们来听听他们如何穿越他们的阵痛，走到今天。大家说好不好啊？让我们用鲜花、掌声5201314欢迎我们的3位重磅嘉宾，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先请出我们的佩纯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亲爱的英杰老师，亲爱的胭脂歌系统的领袖们，各位线上的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好的，谢谢佩纯老师。佩纯老师昨天半夜到家的，还在1、2点钟还在给我发信息哈，真的，哎呀，这种精神是不是代表着我们巴米艾的老师的优秀的这种特质？我们的王颖老师在我们早上7点的时候，他在新疆的阿克苏，是早上的凌晨4点。我们有请王颖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亲爱的爱健康的创业家们，大家早上好！我在遥远的新疆跟大家问好。太好了，那我们的基娜娜老师呢？如果没有我们基娜娜老师这么出名哈，在一个小小的县城能够马上还带出千人大将军2位，我还真的不知道灵宝在哪里。所以我们的基娜娜老师真的是草根的逆袭啊！那我们基娜娜老师也给我们全球的小伙伴打个招呼吧。基娜娜老师没开麦，太激动了。对，亲爱的各位，大家早上好，我坐标河南灵宝，给大家问声好，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太好了。好，那我们的3位老师哈各有特色。今天呢，大家最想听的是大咖会对我们说什么呀？那首先，我们也来看看大咖们的故事，他们是怎么样从普通人逆袭穿过阵痛到大咖的，好吗？那我想先请出我们的第1位特邀嘉宾，他是一位13年的临床医务工作者，12年的大健康营养调理师，8年的道医传承学习与实践者，国家注册高级健康管理师，我们的爱健康500人幸福长，我们的佩纯老师。他身上有一个我非常敬重的特质，
他讲的呀，不是理论的健康，而是被时间验证过的生命经验。好，那我们现在把话筒交给我们的第一位重磅嘉宾佩纯老师，大家鲜花掌声。好，亲爱的家人们，亲爱的英杰老师，亲爱的我们燕之歌系统的领袖们、老师们好，我是佩纯，来自天津，非常的开心哈，非常感恩系统能够今天给到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进行学习交流哈，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荣幸，尤其是和我们遥遥领先团队的2位卓越的老师，我们在会前会的时候我已经认识到了，真的是太开心了。那我的履历呢，其实比较简单哈，从学校到医院工作了10几年之后呢，自己呢发现医院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慢病问题。那我接着在13年之后呢，我就毅然决然的在一个契机里边辞去工作，走入了大健康，也就是大 A 公司，决定用纽崔莱呢去帮助人们打造健康的身体。一做呢又是10几年。10几年之后呢，我发现我自己是有了一些收获，也调理了上千的人啊，这样的身体一个健康。但是发现啊，它是一个并不能够给到所有跟随我的伙伴们的收获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时候，自己呢收获呢成为前平台的营销经理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10几次的一个海外这个旅游啊，收入啊还算可以，但是伙伴们呢很难拿到结果，也很难和我走出国门，所以呢是10几年之后呢，我黯然的离开那个平台，投入了中医道医的领域，开始探索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能够让人们真正的回归到健康，一做呢就是8年。那真的时光流转哈，在2023年的2月底的时候，那正是大疫之后百业待兴的时机。感谢我生命中的贵人燕子老师，他来到了我的工作室，跟我介绍了一个叫 NMN 的产品。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不太了解，没听说过。当他跟我讲到说 NMN 能够激活人体7条长寿基因的时候，我一下子被震撼到了。我说，如果你讲的这个产品真的是这7条长寿基因激活之后的对人体的帮助是真的话，那么它将会是家家户户的刚需。职业的敏感度让我一下子就重视起来。那么我就开始尝试学习。第一个尝试的人是我亲爱的妈妈。我亲爱的妈妈在2022年8月份因为肾囊肿手术，3个月之后就复发了，每一天非常的痛苦。复发之后呢，不仅仅是胀，而且还疼了。妈妈非常的有智慧，她不再相信医院。我每天就用道医的手法，用视频来给她调理。只有调理之后呢，她才能够去好好的睡上一觉，第2天才能正常的生活。那 NMN 吃上之后，很快她的疼和胀的症状消失了，妈妈非常的开心。接下来呢，一年的时候，她的肾囊肿从复发后的6.9缩小到2.5，2年以后完全消失。妈妈的化验单完全的正常。姐姐开心的告诉我说，你看看这个化验单是接近80岁的老太太的化验单吗？一个箭头都没有，一个向上的向下的箭头都没有，非常的开心。那我亲爱的弟弟啊，6、7年抑郁症的弟弟，也因为 NMN 改变了自己的身体。那生命中所有的这些坎坷，好像从那一刻画上了句号。我自己开始投入爱健康，我要把这么好的产品推广给我亲爱的家人们、好友们。就这样的一位一位优秀的老师、优秀的伙伴开始涌现了，我们紧紧的在一起，
在我系统领导人，我亲爱的卓玛老师、阿新老师、一佳老师、孙凯云老师、燕子老师等等一系列老师的托举下，在我亲爱的伙伴们木兰老师、树娥老师、春雨老师、亚平老师说等等这些老师们的帮助下，我们大家一起携手并肩，能够走到今天哈，真的是一路非常非常的不同啊！我稍后后面英杰老师我再讲啊。好，我把麦交给您。好的，真的是有孝心、有责任心的一位优秀的老师，而且一直这么的青春靓丽。大家看到你的履历的时候，十几年、你看到现在依然的这么的青春活力。大家说我们的这个平台好不好？我们的产品好不好？我们的团队好不好？我们的老师是不是特别优秀？给佩纯老师打一个520，爱你。好的，那我还想请我们所有去过新疆的伙伴有没有啊？在线有没有多少小伙伴去过新疆啊？我们打一个1314好吗？去过新疆的伙伴打一个1314，特别美的地方，我只去过一次。我对尤其新疆阿克苏的印象，是不是都停留在阿克苏的苹果好吃，对吗？但是今天让我们特别骄傲的是，阿克苏这个出好吃的苹果的地方，马上就要出一位爱健康的千人大将军王颖老师。我已经看到了屏幕前所有的伙伴非常想要听来自新疆的，而且在我们的物流不通的时候，我们的口罩事件下，我们有一个地方的物流都进不去，就是新疆。那在这么一个地大人稀的地方，我们的王颖老师怎么跟爱健康结缘的？大家想知道吗？又是怎么走向大将军之路的呢？好，我把时间和话筒交给我们新疆阿克苏的王颖老师，我们的那个准千人大将军哈。好，王颖老师，请您接麦。感恩啊，感恩从英姐的手中接过麦，此时的心情非常的激动。那我是来自新疆锦鲤团队的王颖，感恩呢总裁能够提供这样一个优渥的平台，也要感恩全球各级的教练，感恩巴米埃云端大学可以给到我这样一个成长和滋养的环境，更要感恩生命中的引路人，我的闺蜜逸轩老师，也是我们的新疆锦鲤团队的千人团队长啊，把我带到爱健康这样一个优渥的平台，所以很要感恩。在此呢，问候我们线上的巴米埃的国际大学的各位教练们和创业家们，此时呢能够再一次的登上咱们的国际舞台，我觉得非常的激动。记得第一次应该是在我们的日本游学，从总裁的手中接过这个徽章的时候的那一刻，站到了我们爱健康的国际舞台。而今天又一次的来到了我们的巴米埃的云端国际大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幸，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沃土中成长和被滋养。那我来自遥远的新疆啊，其实呢，在我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其实也比较的简单。从大学毕业，其实就进入到了工作单位，一待就是将近10年的时间啊。曾经当过8年的教师，2年的公务员。源于自己呢，看着办公桌对面的大姐，我觉得我看到了自己未来20年的这个生活的时候，我开始思考，我的未来真的就应该只在眼前吗？所以心中很不甘心啊。但是呢，又源于自己家族里都是没有创过业，没有去，都是朝9晚5的上班族。我也不知道自己除了认真的上班，拿着固定的收入，我的未来还可以有什么样的模样。所以心中怀着这种不甘，但是呢，当下应该何去何从，其实是迷茫的。只是心中有着梦想，我觉得我要去的远方还很远，那我要去看的世界应该还很大，我觉得我要走出去。但是往往你内心有梦想的时候，真的机会就会来到你的身边。那就是这样，带着心怀梦想不甘心，我结缘了上一个平台，国际抗衰老的品牌。那在当时呢，只是因为想要去赚得一份这个所谓的斜杠青年的收入零花钱，
但是没有想到这样的机缘呢，让我在半年的时间拿到了比自己工资还要高的收入的时候，我果断的选择辞职啊，辞去我朝九晚五10年的工作，与上一个平台去紧密的链接，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一干就是8年的时间了，自己也是在遥远的这个南疆就是平常靠着这个线上的学习和一些资料，时不时的会跟我的这个老师们去见面去交流。但是8年的时间里，特别是在疫情之后，我觉得在疫情的当时呢，关在家里，未来真的不知道这个业绩是何去何从的时候，开始学着在线上去直播，去链接，运用互联网去链接。所以当时的这种创业经历，现在想来，疫情之后本想着自己的这个创业之路应该可以去重回当时的这种盛况，也是当时做到了我们全疆的这个销冠的这个排名前10的销冠业绩。但是面临疫情之后，业绩下滑，客户流失，收入从几万慢慢的变成了1万、几千，那个时候开始惶恐了。作为40+的我，未来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其实当时真的开始迷茫了，面对着每个月的这个开支啊，几乎都是在1万以上的开支，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往下走。所以每况这种时候都是在夜里会跟自己的闺蜜互诉衷肠，我们该怎么办？因为40+的年龄，上有老下有小，在面对着这个收入的这个端口变小，而支出的端口变大，所以内心真的是很焦虑啊。但是呢，在那种情况之下，跟闺蜜，我们说为什么人生当中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位贵人？我们要成为父母的骄傲，孩子的榜样，但是有一位好的朋友能够带给你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人生难得的一份礼物。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闺蜜在一天夜里，我俩在交流的时候，她给我抛来了一张爱健康的 NMN 的图片。我当时看到这张图片是完全不相信的，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款产品可以有这么多的功效？那我也曾经是与国际平台去合作过的，也是见到过很多优渥的产品的，为什么 NMN 我从来没有听过？所以从不相信，但是带着好奇呀，我说这样的产品我没有听过，但它到底是什么？就是摸索着去查询，在这其中我看到了原来有李嘉诚在吃，原来有很多的这个名流在服用，只是我们没有拿到这样的资讯而已，只是我没有知道这个，我没有看到，没有见到过，在我的认知里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产品，所以好奇心的驱使我更要去探究。在当时我也很要感恩啊，当时我们新疆的领导人孙清老师在直播间里曾经加过我的微信，就是这样的一次链接，我看到他的朋友圈有这样的图片，所以第一时间去连线到我们的孙清老师，那么他也是很智慧的帮我们去联系到了我们遥遥领先的大家长。那当时呢，这样的一线上的连线，也像我们的 VIP 会客厅一样，在线上2个小时的交流，让我看到了原来有一个事业平台，它可以不用再爬级，可以不用再囤货，它可以真的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优渥的产品，而且还是我们在当时的新疆都还没有多少人在用，没有多少人在吃，我看到了这个机会，所以我当时还有一个思考，就是跟着，我没有会跟，但我会跟，因为我们的遥遥领先的老师们已然拿到了不错的成绩，我相信跟着成功的人，我一定也不会差，跟着千万赚百万，跟着百万赚10万的这样的思维，没有会跟，但是我会跟啊。所以在这样的一次连线当中，一根网线链接了我们的这个大恋爱的云端，这样的一个 VIP 会客厅，让我瞬间开启了一扇门。我当时看到了希望，我说哇，我们的这个新疆，遥远的新疆啊，还没有人有多少人知道？10个人里头有9个人不知道，而有1个人可能才听说过呀。
我说这样的机会我一定是要抓的，这样的机遇对我来说是很难得的。我说人到40了，再一次的选择，我要再一次的智慧的去出发，不能盲目的去选择。所以我要想在阿克苏，我要想在新疆这样的沃土里去把我们的爱健康事业去深耕去发展，那我也要找到一个跟我志同道合、搭伙过日子的伙伴。所以当时也是在我们阿克苏的市场找到了我们的西芹老师，也是他帮我再一次的去链接了一片市场。所以我们说有了爱健康这样优渥的商业模式啊，真的借助于这样的一次东风和机遇，我们在新疆有了很多户的100人，又有了很多户的300人。那同样，我也是将分向千人的团队。那在这个路上，我觉得遇见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也是让我感受到了爱健康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同时呢，也让我感受到了爱健康的这个巴米艾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滋养的沃土，可以让我们不断的遇见一个越来越好的自己。所以今天很感恩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可以说出我们新疆伙伴们的故事。感恩大家的聆听，我把麦交给到我们的英姐。哇，谢谢王英老师，大家听了是不是特别过瘾啊？王英老师的身份其实他当过老师，当过公务员，国际品牌的那个运营，然后他也觉得哇塞，我也经历了这么多世界品牌，我都没有听过 NMN， 是不是？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哇，真的，我觉得王英老师身上经历了，然后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有稳定，有觉醒，有行动，有他的穿越周期哈。好，那我们为王颖老师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和这个力量点一个大大的赞。那还有一位老师呢，大家也是无比无比的期待。接下来这位老师来自我们的荷兰灵宝，来自于我们灵宝的金娜娜老师。金娜娜老师有9年的传统生意，有8年那个世界抗衰老品牌的运营。今天是我们的千人大将军，还即将带出2位千人大将军。他最打动大家，我们会前会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也不是一下子变强的，而是一次一次的没有退缩。那我们现在把鲜花掌声，把时间和话筒交给我们的金娜娜千人大将军，有请您。好的，此时此刻也非常激动和感动。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优秀的主持人。跟这个英姐老师连过线以后，我觉得我非常崇拜你。首先从外表上来看呢，非常优雅，特别温柔，但是呢，内心有一种非常强的力量。你也是我学习的榜样。那么在这里先给大家问一声好。感恩总裁搭建巴米艾云端国际大学，感恩公司给予成长的沃土。更感恩我生命中的引路人朱全飞老师，感恩各级教练，感恩我所有的生命合伙人们，照亮前行之路，未来聚力同行。那么呢，我接下来的话用几分钟时间，简短的做一下自我介绍。那我是坐标河南灵宝，我来自120西安的金娜娜。我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一个80后。从小和我的原生家庭有关系，因为家里太穷了，我又是我们家老大。那么在我10岁的时候，我就非常有梦想，我的梦想是将来要赚很多钱，然后去孝敬我的爸妈。然后呢，就是因为从小原生家庭的原因嘛，我在这个18岁就去打工，打工2年就让我发现打工10年还是工，然后再后来就去做了这个服装店生意，干了9年以后，干了9年，在我20岁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个道理，选择大于努力。那么为什么干了9年就发现传统生意，越来越难做？所以说9年生意一场空。然后这3次创业就是我的原平台，在世界某抗衰老品牌做了8年时间。那么为什么我要去选择我的原平台？就是因为我在2015年的时候。我当时就听马云讲一句话，未来下一波超过互联网的趋势一定在大健康。在原平台做了8年，非常努力，非常拼，但是没有拿到结果。还有第2个点是啥？是因为原平台让我明白了管道的故事，
还有股神巴菲特讲一句话，如果说现在你没有找到一份工作，让你在睡觉的时候你都可以有钱赚，那么你要一直干到你老，干到你死的那一天。所以说也就是因为这3点，让我很果断加入原平台。加入以后非常努力，干了8年以后，依然没有让我完成我10岁的时候梦想，其实也就是月入10万的一个梦想。干了8年，那么今天呢，我是如何结缘爱健康呢？所以说就是心不换物不至，就等于说，在我这个没有结缘以前哦，你看没有结缘爱健康以前，没有了健康，没有房，也没车，而且还离异，自己一个人带着我女儿。当初呢，就是在抑郁状态的情况下，我结缘了爱健康。但是呢，我也非常感恩我自己感恩我自己没有放弃我的梦想，没有放弃我的目标，没有忘记我的初心，更没有放弃我的责任心。就是在那么难的状态下，负债几十万的情况下，我给我女儿送到灵宝最好的私立学校。所以说在这里我也非常感恩我自己，我更感恩总裁，感恩我所有的教练，感恩我所有的伙伴们。所以说当你内心想要的时候，老天一定会给到你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也是一次机缘巧合，就是说我没有做爱健康以前呢，我已经考察了100多家这种带模式的这种类似像爱健康这样的平台。所以说我就在这个抖音上找到我们原平台全球销冠朱贤丽老师。那么我为什么要结缘？其实就是因为一句话，丽丽老师打开了我的心门。我们今天不是忠于一个平台，我们只是忠于一个行业。一下子让我明白了，今天作为一个80后，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你内心的愿力，一个就是健康，一个就是财富。那第二个人是谁？就是朱天飞老师。朱天飞老师当时讲了那个商业模式，我兴奋的呀，3个月都没有睡着觉，真的是这样的。就在我负债几十万，爱健康平台、爱健康老师就像一道光一样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天飞老师一句话，不扒急，无售后，没有业绩要求，一根网线足不出户。最重要的是，天飞老师问我一句话，那老师你身边有没有一个想赚钱的？我说太多了，因为疫情以后，我说我身边都是负债，还有最重要，得一人都可以得天下。就是因为这几个点让我兴奋3个月都没有睡着觉。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人，那么大家都知道罗老师，他跟我一样都是灵宝人，他跟我以前也是原平台，我们都做过原平台。他当时在原平台1个月5000块钱业绩完不成，然后呢换了一个平台然后负债，然后到我当时了解的时候，罗老师已经拿到了结果。所以说我当时就是通过在线上3个小时全方位的考察完爱健康，我就已经相信了。相信什么？相信总裁，相信公司，相信产品，相信模式，相信老师，相信团队。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我自己，因为我打过工，也开过店，有做过原平台。我觉得爱健康是我遇到所有平台最简单的这个事业。所以说我考察完了之后，我就已经笃定了，没有吃产品的情况下，我是借钱是拿原平台借钱，果断加入 L4加全年复购。所以说我在这里真的是非常感恩老师，感恩所有的教练，更感恩我所有的伙伴们。那么也就是今天在爱健康1年多时间，接下来那么我更要不忘初心，带出更多的百人幸福长，带出更多的跟我一样想要去改变，需要有健康需求的。那么未来我的目标是，我一定要帮助1万个家庭用上爱健康的产品，帮助像我这样的人去创业，想要去改变但是又没有办法的人。那么这个时间关系把这个麦交给优秀的主持人。哇，听到娜娜老师的故事真的超级震撼。她在还不知道产品是什么，但是她在10岁的时候立下的她的这个梦想和愿望，月入10万。真的，一个县城里面的孩子，还是老大，家里还特别穷，
真的，首先为你这个愿望点一个大大的赞，然后一直在不断的寻找真正的机会。一旦抓住机会，我们真的金娜娜老师像一匹狼一样，是不是带出了一支狼性的团队？好，接下来我要挖宝藏了哈，我要开始挖矿了。那我看到我们的佩纯老师，其实我们佩纯老师的经历里面呢，他在组织行销的这个经验呢，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时间也比较长。现在在爱健康也做出了成绩，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爱健康的千人大将军，带出千人团队。我想采访一下您哈，您一路走来最重要的因素是哪一点？有请我们的佩纯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用520鲜花掌声飘起来，然后带着那个非常非常纯粹和简单的心来聆听，最重要的因素到底是哪一点呢？话筒交给您。好，特别感谢英杰老师啊，您真的不愧是一位博导老师啊，非常的会挖问题。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在爱健康呢，它真的是和我的这个前平台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区别啊。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相信公司，相信系统。我今天的成绩不是自己的，我在爱健康，我发现从我一加入进来的时候，跟着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巴米艾国际大学的课程开始学习的时候，线上100多位优秀的老师们，个个让我敬佩。我们能够打造这样的一个优秀的系统，真的是我进来之后就开始臣服，老师们太优秀了，公司太好了。那首先我们的爱健康公司，它的立身之处就是要做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一个企业，这样的一个发心。那总裁要打造至少500万个家庭身体健康、财富自由、灵魂兴盛，它就吸引了我。在当今这个世界这么多的一个变换，人们的生活动荡，这个叫疫情之后这些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真正的感受到有这样的一家企业，它能够心系着我们这些愿意寻找美好生活的人，内心真的是无比的感动。那它从2018年创立之初到2019年。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 NMN 产品，到2020年7月份的开盘，长达1年多的时间将近2年的时间，没有去拿产品换利益，而是什么呢？而是去为所有的我们的伙伴们去铺平道路，拿了全球的10几项的一个认证。这一点真的是能感受到这个公司长远规划的一个决心和信心。所以看到这些，我内心非常的笃定，这家公司是要做100年企业的。那么在相信公司这一方面呢，我要讲一个小故事讲一下我们大爱的总裁在日本游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在电梯打开的一刹那，迎面就是我们可亲可爱的总裁。当时我一个动作自己就非常的惊讶然后总裁给我一个动作，就这样，我们悄悄的到了这个下楼下这个电梯的时候，总裁一个亲切的动作让我内心非常的感动。他说：“来，举起相机来。”我说：“干什么？合影。”那个动作真的是。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但是你能知道总裁他知道我们的内心需要什么，他就知道我们真的是特别渴望和他有一个亲近的距离和一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亲切。他每时每刻不仅仅在公司发展的这个雄韬伟略上，每一天在辛苦的奔波，在努力着，在工作着，而且在营销伙伴们的细节上、关心上，这么小小的一个动作，让我内心非常的感动。尤其是跟大家分享一个近期发生的我们的故事我特别想去看一下想带着伙伴去看一下我们的香港的一个分公司。我跟公司递交了这样的一个申请之后，我们大爱的总裁给我发来信息说，听说你要去想要去香港。哇，我好开心呐！
总裁说了几个字：我来安排。哇，满满的感动啊！我们真的是哈，我在前平台也在做事情，带着伙伴们，在这个平台也在做事情。我仅仅是一个全球几十万的消费者，10万的这个经营者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分子，在百忙之中能够关注到我们的需要，这样的一句话，真的是你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公司非常非常为我们伙伴们，所有的伙伴们在付出，在关怀。这是我对公司真正的从日本的旅游，从夏威夷，从日本，从这次去香港，我们真是满满的一路上笃定的相信公司。那再有就是相信我们的系统，紧跟系统。我从出来决定做爱健康的时候，我就想我一个人的能量很有限，经验也很有限，我不能让我的伙伴们挡在我的这个前面我挡在他们的前面，我要把伙伴们向系统输送，向我们的巴米埃国际大学输送，他们应该比我有更好的未来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就每天带着伙伴坚持上线，在系统当中被滋养，我真的是被系统滋养起来，滋养到今天的成果的。如果没有巴米埃国际大学100多位优秀的老师们的每天早晨的陪伴，不会有我今天的事业。我特别感动。到了香港之后，我们的晨曦菲菲老师的整个团队，我们的琪琪老师年纪轻轻的，那么的小，那么的年轻，是那么的稳重、干练、细致、耐心、热情。我们的艾米辉老师，我们的升华老师，他们给了我们真的是满满的爱。他们整个的一个安排布置，整个的我们所有的伙伴被感动。其实我们之前真的没有任何交集，没有业绩关系，但是我们真的是体会到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这是我们系统给我们打造的家的氛围，内心无尽的感恩。所有的伙伴被点燃，我们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公司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办公地址，伙伴们开心呀，老师们给予我们的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满满的装着这份爱，我们踏上了回程。再说一下线上的我们遥遥领先团队我看到王英老师、季娜娜老师，遥遥领先团队这次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一下子有一个近距离的和大家学习的机会，我太开心了。在2024年的后半程里边，我可以说是被袁淑老师、丽丽老师的遥遥领先团队激励着我全体的伙伴们，他们的生命故事一次一次的让我们伙伴们感动，唤醒了我们的那个奋斗的那个精神、那个状态、那个意志真的超级感恩。就是我们系统，我们巴米埃国际大学的所有的伙伴们，你们的奋斗精神激励着我们，和我们大家一起陪伴着向前走。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感恩的话真的是说不尽道不完。所以没有一个优秀的自己，只有一个什么？没有一个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系统。在大系统里，在完美的这个巴米埃国际大学所有的老师们的陪伴下，无尽的感恩。英杰老师，我觉得我成功的重要的一个因素，真的得益于这样的一个卓越的公司，100年规划的一个这样的长久发展的公司这样的大爱的总裁。那我们的系统优秀的领袖们、老师们给予我们的托举，非常的感恩。是集体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力量。好，我把麦交给您。谢谢佩纯老师。哪怕昨天凌晨2点钟1-2点钟才到家，你看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佩纯老师的激情、状态、热情、活力？真的是这种斗志被点燃，真的不是公司给我们画饼，而是总裁的一句“我来安排”。
我来安排。我真的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内心非常的激动，然后也是热泪盈眶。总裁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忙，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佩纯老师是我们千千万万中的我们自己，大家觉得幸福吗？谢谢佩纯老师，把您多年的组织行销的经验，然后在爱健康的这个成绩，带着大家走上千人团队的这条路上，最核心的这个要点就是相信公司，相信系统，跟随系统，紧紧的跟随系统。好，大家记住了吗？打出来哈，相信公司，相信系统啊，相信公司，相信系统。谢谢，这一定能成为我们今天屏幕前来自全球各地想要创业成功的伙伴的座右铭。好，接下来我要挖一挖我们的王颖老师。我们的王颖老师他的整个生命故事里面哈，我听到了这种他对人的这种潜能，包括这种能量的这个板块哈，它其实是我从王颖老师的身上我是有这种感知的。然后在我们的会前会里面，我们会前会真的是开了整整2个小时哈，比我们的早课时间还长。所以我想挖一挖王颖老师，您什么时候感受到要调动人的潜能来做事？您悟到之后，您自己和团队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好的，大家把311打出来哈，这个最高的能量数字哈，跟我们的潜能匹配。有请王颖老师。好的，好的，英姐。哎呀，您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让我再一次的回想起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新疆团队啊，从开始的到现在一路走来的这个故事啊，心路历程。可以说呢，为什么我们说很不容易啊？首先，真的我在线上要很感恩我们一路走来的伙伴们，感恩有你们。因为在新疆确实很不容易，你像每天早上其实7点起床来进系统这件事啊，真的就很挺不容易的。我们得要6点多钟起来，然后去走进系统。其实一开始我们节约爱健康的这份事业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有几位伙伴，我们的一圈老师，我们的孙青老师，我们的乔霞老师和我们的这个西晴老师。我们最开始对这个事业真的不懂不知道，一路走来真的要感恩总裁的这个搭建的这个咱们的八面国际大学的引领，一直在带动着我们，一直也是在影响着我们，听着老师们的故事，听着这个成功老师们的故事，听着我们的遥遥领先的这些伙伴们的故事，一路是在不断的前行当中的。那其实这一路我们最开始刚刚开启爱健康事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物流就已经断了。对于新疆的伙伴，我们的资讯其实本身好多都很闭塞，能够节约爱健康不容易，但是刚进场，所有的物流就断了。那个时候的伙伴是惶恐的，有不信任，有怀疑，有质疑，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所以在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突然好像，哎呀，到底我们的选择是对的吗？我们跟着爱健康公司，为什么刚进来，我们的这个系统整个的这个物流就不通了？这是在考验我们嘛？所以那一刻，其实我们的领导人们，我们的伙伴们，其实那一刻都要感恩，好像我们没有放弃，只是我们在等待。既然我们选择了，我们就要沉下心来，去努力，去深耕。我们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和。所以当时我觉得，作为重新再带领团队奔跑起来的时候，面对着伙伴们当时的一个质疑、不确定，或者是面对伙伴们很多时候来自方方面面，包括身边的朋友的这种质疑声，其实都是在历练着自己。所以我们说，没有这个所谓的大格局的领导，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你的这种格局都是往往是被伙伴们撑起来的。被一些质疑声撑起来的，被一些不理解去撑大的，所以慢慢的我们要去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要用心、用情和用爱对待伙伴，因为我们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伙伴，我们之前都不是在一个平台里，都是不了解，而在爱健康我们才慢慢的相识，源于这份事业，所以从一开始我们是没有目标感的，
只是我们知道，哎，听说有100人这样的一个目标，作为我们新疆战队的领导人，我觉得我们先做出一点成绩，让伙伴们看见。当时只是这样的一个小目标，但是呢，上了100人，下一步又该怎么去走，似乎又迷茫了。所以在那个阶段是停滞了很久的时间。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带团队？突然间有了这100户、几十户的伙伴上来以后，该怎么带？没有目标感，所以我们开始跟着线上的平台，跟着线上的伙伴，跟着我们遥遥领先的团队，不停的在思维上的不断升级。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开始设立自己团队的目标了。所以真正的要开启我们爱健康事业的时候，真的是要得益于这一次的在去年的日本游学之行，它让我看到了跟我们新疆的5位伙伴走出去，我们代表着新疆团队去看世界，去要看爱健康的世界。因为我们站在新疆，我们只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爱健康，而我们要去站上国际舞台去看一看世界的爱健康。所以走出去，让我们看到了来自全球各地，加拿大、美国，咱们的这个香港啊，包括来自咱们全国国内的各个城市，我们在线上听着这些老师的故事，在成长的老师们，我们亲临现场去见面的时候，真的那一刻，我们看到了爱健康，它是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国际的爱健康是什么样的，让我们看到了爱健康的优秀的领导人们是什么样的，让我们更加的笃定了这个平台，因为跟总裁有了一次亲密的接触，就像刚才佩晨老师说过，也是跟我们的总裁有了那一张亲密的合影，听他讲着他对我们爱健康事业前景的规划，他渴望要带领全球500万的家庭实现奔小康。我觉得这样的宏伟志愿，我就看到了公司总裁他的大爱之心，而且他能创办这样的一个巴美爱的大学，就是为了让我们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任何的这个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可以去参与。作为普通家庭出身的我，也是同样的，今天可以走向国际舞台，真的是要去借助于这样的平台给到我们的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看见了，然后我们把这样的消息带回来了，带给了我们的伙伴。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开始树立目标，我们要去晋升我们的300人团队长，我们要冲500，我们要冲1000。所以有那一刻开始，我们有了目标感，我们新疆的伙伴开始把心聚到一起，每个人去完成他的目标，每个人要锁定自己的目标。我觉得那一刻开始，我们的伙伴真的去迸发出了自己内心的潜能在做事儿，包括我无形当中也学会了怎么样去爱伙伴，怎么样去给团队去做规划哦。真的那一刻，我觉得跟着我们的这个孙青老师，我们的乔佳老师，我们的易轩老师，我们的西晴老师，我们开始给伙伴做规划。你要上100人，我们就要去伸手帮你。你要想去跟我们一样去走出去看爱健康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要去加拿大，我们要去看看世界的爱健康。只有你走出去看到了，你才能无比的坚信这个平台它可以给到你什么。所以伙伴们开始去树立自己的目标，定下自己的目标。真的，我觉得在12月份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整个新疆团队全力去奔跑起来的时候，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能量，我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所以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被激发出了一些潜能在做事情。我觉得那一刻我觉得我是幸福的，我是很感恩的，感恩我有这样的一个优渥的成长的滋养的沃土，要感恩我有遥遥领先这样一个优秀的这个团队在带着我们全速奔跑。我要感谢我们新疆的伙伴一路以来的互相的抱团取暖，锁定目标，永不放弃啊！包括这1个月，我们也有伙伴在冲刺100人，在冲刺300人，因为我们知道，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紧紧的抓住的一次机会。只有抓住这次机会，我们在2026年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个美好的开始，同样也可以给自己在年末的时候一个完美的收官。所以这一刻，我们要从2026年的年初，我们就要定下这个目标。
所以在爱健康，我们的未来真的是你敢要无限的去畅想，因为我已经感受到了爱健康咱们的优渥的这个商业模式可以带给我们不断的翻动市场。所以我们说，虽然我们在遥远的新疆，但是我们也要去做出千军万马的团队。好的，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英姐，把麦交给到您。谢谢我们亲爱的王英老师，我感受到了这种潜能的力量，我也感受到了我们屏幕前很多伙伴都已经泪目了，对吗？大家打出鲜花，打出爱心，打出爱，来送给我们的王英老师，送给我们的锦鲤团队，送给我们今天屏幕前所有为之动容的伙伴。从我们的物流都收不到，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王英老师的团队物流都收不到，连自己都开始怀疑，我们的朋友开始质疑，你到底给我介绍了一个什么？到我们从新疆走出去，不是看自己身边的爱健康，而是看世界的爱健康。大家打出来，世界的爱健康啊！我们一起打出世界的爱健康，我们一定要走出去。看一个更加真实的、更大气的、有格局的世界的爱健康。我们回来之后，我们王英老师的团队就感受到了这种超级的潜能的爆发，真的为您骄傲，也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哈！真的就是这个潜能无限，每个人都无限。我们今天屏幕前的所有的伙伴，我们同样的可以借助王英老师的这个调动潜能，释放我们所有的能量。朝着目标来聚焦，只有在新年的年初把目标聚焦，全力去实现，才有2026年的完美收官。从来没有退缩到舒适圈，再给自己一个借口，然后期待着2026年有完美收官，是吗？谢谢王英老师带给我们所有人的礼物。好，那接下来我要挖一挖金娜娜老师啊，金娜娜老师真的是在我的眼里和我们屏幕前好多小伙伴的眼里真的是神一样的存在啊！很快的速度，而且在县城里面还要带出，马上要带出2户千人大将军，太厉害了。那我特别好奇的是，基拉拉老师，您这一路披荆斩棘，有走过弯路吗？首先真的是，非常，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鲜花送给我们优秀的主持人。首先，我觉得她真的是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哈，我觉得她也特别会问问题哈，弯路肯定是走过，但是呢，我觉得做爱健康，我真的是把大家当成是像我的家人一样，因为我们都是跟公司来合作，我们都是跟系统来合作。那我分享一下，就是说我根本不是说像大家说的那个样子。我就会有多厉害，怎么样？其实我这一路走来也是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恩。我也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但是今天早上我一直在控制。这一路走来一定是不容易的。今天你想要在爱健康拿到结果，你想要帮助更多的伙伴拿到结果，没有人今天是随随便便可以坐在这里，更没有任何一个事业你随随便便就能成功。首先对于我来说，我要改变我的性格，因为从小跟原生家庭有关系，可能也是跟这个原生家庭有关系，也是跟单亲有关系吧，就是造就了我这个性格非常强势。其实也是，我也一直在控制哈，但是这一路走来真的是走过很多弯路，也是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会哭呢？我觉得我对不起自己，然后也对不起我伙伴，真的是，因为首先做爱健康对于我来说，就是要改变我的性格，真的是从小跟原生家庭有关系，造就我是一个很强势的人，然后说话也很直接，然后有一段时间大概内耗半年时间吧。所以说你看我是在一个没有吃产品的情况下，没有吃产品就已经相信了，但是爱健康爱健康这个事儿很简单，但是你想要在爱健康获得真正的成功，你是一定要做出改变的。今天你不改变自己，你还是原来的你。所以说做爱健康
你改变多大，决定你的结果有多大。首先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改变我的性格。还有一个是啥？我们来做爱健康，你上面有老师，你下面有伙伴。所以说，当这个小罗老师告诉我说这个，我大概内耗有半年时间吧。当小罗老师告诉我说，这个娜娜你现在没有刚开始做爱健康的时候那么简单那么听话，然后你现在这个说实话吧，就等于说我上了这个团队做到500人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我就飘了。我自认为我会点东西，我自认为复制4P 嘛，我自认为自己需要付出15%的时间，剩下85%交给系统。我自认为我现在可以了。我觉得爱健康就那点东西，我也会借力，什么4P 什么都会讲。然后呢，我觉得，你看我就是活在我觉得我认为我可以的这个思维里边，这是一个点，我走过的弯路就团队做到500人，我自己飘了，我认为我可以了，我认为我认为我可以带着伙伴，然后可以走得更远。当这个老师说我闭门造车的时候，说实话，大概有半年时间，我不认为我在造车，而且当老师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有点不服气，哪里闭门造车了？哪里这个我没有不简单不听话？我觉得我已经够简单够听话了，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忘记了我的初心。在这个时候，当我忘记我的初心的时候，当我内心老师讲话的时候，我已经听不进去。当我觉得我认为我可以的时候，我已经飘了。我忘记我为什么要来做爱健康。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内耗，然后呢，开始抱怨老师，抱怨伙伴，然后开始觉得老师哪一块没有做好，伙伴怎么样，然后呢，就是处在这个漩涡里边出不来，大概有半年时间。所以说刚才为什么会哭？我觉得我真的是对不起我所有的伙伴们，我觉得我对不起在2023年年底、2024年年初，在我什么都不专业的情况下，在我负债的一个情况下，当我很兴奋告诉我所有的伙伴们的时候，爱健康是个大金盆，爱健康是个大生意，翻身改变命运的机会来的时候，我所有伙伴相信我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的不成长，因为我的自以为是，因为我知道我可以，我钻在我的认知里面出不来有半年时间。所以说我在这里给我所有的伙伴们说一声，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对不起，因为我自己的原因，然后呢就是让整个团队停滞了。所以说有很多伙伴等于说就是因为我的不成长，因为我的内耗，因为我的抱怨，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伙伴就是说等于说在爱健康来了以后看不到希望走了。所以说我真的是呼吁大家真的不要让我知道，我以为你认为你可以，当你老师说你闭门造车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停下来问一下你自己，你为什么要来做爱健康？你内心的那个 why 到底是因为什么？我希望所有的人不忘记初心。然后今天你做爱健康，你不是代表你个人，你上面有老师，你下面有伙伴，你代表着1000个家庭、10000个家庭的健康，你承载着更多的人梦想。这个就是我走过的弯路。就是说当时我不认为，我自己不知道我在闭门造车。所以说呢也是非常感恩我的老师们，然后对我的唤醒吧。所以说我就是当我明白了我在闭门造车的时候，还是要感恩总裁，感恩我所有的老师。然后去到日本以后，我的梦想被无限放大。那么从日本回来，我做对了几个点，比复制，第一个是我的梦想被无限放大，第二个点是啥？比复制我的团队都明白爱健康是要做复制，我更明白更清晰，今天做爱健康比复制4P 更重要的是复制感恩。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跟公司合作，跟系统合作，所以说今天你要感恩你的推荐人。然后在此我希望所有的今天参加所有线上的老师们，今天你的老师把你带进爱健康，
应该把这个鲜花送给我们优秀的推荐人，感恩我们的推荐人。那第2个点是复制感恩，然后第3点是啥？上下同欲。那今天上下同欲一定不是表表面面，哪一块需要同欲？思维一致，行为一致，目标一致。第4点是啥？聚焦。就是在日本的时候，总裁讲每天3件事情，你的月目标、周目标、天目标，最主要聚焦什么？我的整个团队，当我聚焦的时候，我的伙伴才会聚焦。聚焦 K 计划，聚焦旅游计划，聚焦去这个加拿大，然后还有一个晋升，每天3件事情。然后呢，我从日本回来之后就是用一个小爱心剪下来，每天写好我的3件事情，就放在我的手机后面。然后呢，真的是从这个日本回来3个月以后，我团队基本上70%的伙伴都达成了自己的这个目标。那第5点是啥？利他。借用总裁的一句话，今天哪怕你做爱健康，你什么都不会，你只要会爱，你只要会包容，你爱你的老师，爱你的伙伴，发自内心的去爱你的伙伴的时候，去利他的时候，你真正发自内心的去帮助你的伙伴，告诉你的伙伴为什么要去加拿大，为什么要上百人和去加拿大能给你的伙伴带来什么价值的时候，那么我的团队就会达成一致性，上下同欲，就是我做对了刚才给大家分享的那几个点。今天也是时间关系把这个麦交给我们优秀的主持人，感恩。真的非常，大家听了是不是特别感动？大家打出我们的感动好吗？真的很感动。我们开会前会的时候我们4个人真的很有趣，又哭又笑的，眼泪又出来，又为对方激动。然后娜娜老师，我记得她第一个抢麦，我说我们一定要给干货出去，我们不能只说我们的这个光鲜亮丽的，我们一定要说干货出去。我记得娜娜老师马上抢过话筒说，她说我走了很多弯路。哇，我真的那一刻我听到她如此果断的要把她走过的弯路告诉大家。她说我不知道我停留在自己说我觉得我认为我可以我以为老师说的话她都听不进去。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也有这种感受，但是自己可能也不觉知不觉察。今天真的娜娜老师把她的内心剖开给我们看，大家有没有真的被感动到？我们这是一场心灵的盛宴，真的不是来听故事的。好，那接下来我要继续挖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个小锄头要继续挖下去还要挖到更多的宝藏。好，那我继续挖。我跟佩纯老师还有一段小小的秘密我们还是同居女友。我们在夏威夷的时候，我们住在一间房，真的是同居女友我对她的温暖和贴心很感动。但是今天我从她的视频，从她的生命故事，我看到了我从未看到过的佩纯老师的这种能量，这种气场。那我特别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我们佩纯老师勇往直前和越战越勇的呢？这个动力在哪里呢？好的，我把话筒和时间交给佩纯老师。感谢英杰老师的问题您真的是这个一位优秀卓越的这个硕导来这个导我们3位老师真的是刚才听到了王莹老师的分享和伙伴在一起这个生命与共，听到了这个娜娜老师的生命故事自己勇于向自己开刀，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那英杰老师这个问题呢，我可以从以下3个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第一个点，他的动机动力，我自己也总结了一下也回顾了一下。实际上呢，我是一个跟随型的人不是一个创造型的人。那在这个前平台呢，我努力打拼了10几年，也非常的努力，应该说在比爱健康付出的更多，但是结果呢非常的有限所以说自己呢离开了这个前平台，虽然自己去做其他的行业了，但是内心呢真的是有一份对这个行业的一份不泯的情怀，还有一份说能够让自己感受到只有组织营销这样的一个事业一个机会，一个平台，它才能让每一个生命感受到那种生机勃勃鲜活的活着的感觉。
但是我知道前平台我没有做到我自己理想的成绩，一定是有我自己就是成长中的卡点。当我决定再来爱健康的时候，自己给自己有一个内心的一个对话。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一开始进入爱健康，自己内心的一个较量的一个对抗。我要再次重新的在组织营销里边起航，那我自己有哪些就是不适合这个行业的呢？就是娜娜老师刚才分享的啊，真的是跟我有共鸣之处。如果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再向前一步？困难到底卡在哪里？其实真真正正的卡在自己的生命的卡点当中。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看到自己，照见自己，是系统优秀的老师们在线上的一次次的赋能，然后照见自己这个性格当中的一个不足、不完美，然后不适合这个行业发展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比较这个小清高呀，或者是说性格比较自我呀，然后性格比较直率呀，就是有什么就是直接就给出来呀，不是像我们的英杰老师这么的婉转哈。我真的曾经把英杰老师树为我的这个榜样的，我想向他学习他那份柔和哈。真的是你在对待这个在带团队的过程当中是需要这份柔和的力量的，那我是不具备的哈，我是有啥说啥的这种，真的向自己开刀啊！我觉得娜娜老师你非常的了不起啊，能够在这里把自己抛出来。那前平台没有做到的，我在这个平台里边，我要让自己再一次的给自己一个交代，能够如果重新起航，我怎么样才能把它做好，做的就是要超越前平台呢？实际上一路走来2年多的时间，我发现系统滋养着我们，所有优秀的老师们滋养着我们，公司这样的一个制度，让我们轻而易举的，真的是拿到了前平台没有拿到的一个结果。真的是自己啊，在优秀的老师们的这个课程当中，让自己不断的在改变，在蜕变，然后任何事情向自身开刀。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的伙伴们，有什么这个让我自己这个一眼就能看到问题的这个性格哈，其实也有好处，也有非常不好的地方。要不要说，其实这个事情哈，要不要说，怎么说，其实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那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句话：伙伴的伙伴，我没有权利把他们掐死。我要自己怎么样修炼自己，忍住自己，在组织营销这个行业里，我要给自己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把过去的那个自己要蜕变出来。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份责任和使命。所有跟随我的伙伴，能够说他们选择了相信我，相信他的推荐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勇往直前团队啊，这个名字来的也特别有意义啊。在去年的2025年的5、6月份的时候，我们的伙伴们其实也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折点。我就以遥遥领先团队为这个榜样哈，我说你看遥遥领先团队啊，伙伴们，我说遥遥领先团队这个名字又有行动又有成果，多棒的一个名字！我们大家想用哪一个呢？哎，伙伴们献计献策啊，就起了各种名字。最后我说，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要勇往直前。我说那我们就勇往直前吧，真的是啊，特别的开心，所有的伙伴们这样的信任跟随，我内心有一份责任，我要带着他们走向光明。不能够把他们卡在我的翅膀底下，我自己这点小能量、小经验真的不足带他们走向成功。只有把他们托举到巴米埃国际大学，托举到公司的平台上，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啊，我携手并肩的这个木兰老师，我们2个人在2023年10月份牵引进来的一位万人团队长的优秀的小伙伴，在2025年的这个5·1的前后啊。走掉了，去到了这个其他的平台里边去赚快钱了。其实一路的陪伴，一路的付出，跟着他去拼沈阳市场，拼河北市场，付出在前。无论是说
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哈，刚才这个娜娜老师讲的哈，就物流的问题，我自己3个$4000的货物备足了，供应他们的市场去做。然后真的是去为市场去做这些的时候，全部的付出在2025年的4、5月份画上了句号。怎么办？我和木兰老师，我们2个人继续带着我们的愿意相信我们、跟随我们的伙伴们朝前走，继续向前托举。第3个主题我要讲，我深深的感恩我们的国际团队，瑞娜老师带领的国际战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紧紧的跟着瑞娜老师的战队，每一天上线，我们去找课堂。大家知道吗？有的时候会议室找不到的，不知道说提前。我现在特别的幸福啊，我亲爱的这个老师能够把我带到这个站桩群里边，我能够知道这个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有哪位老师在讲课，他们在分享什么主题。哇，我说太开心了，就需要这个啊，能够提前的大家去把这个资讯知道了，然后发出来，伙伴们就会按照他们相应的名单对标来去邀请这个他们想邀请的这个想启动的朋友。之前我们是没有的。所以娜娜老师刚才讲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人说他这个闭门造车哈，自己很痛哈。我真的要恭喜娜娜老师，你好幸福。其实我真的是跟随型的一个人，我多么希望一路有人来给我指点。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从进来的那一天，我多的结识到是我们的伟大的系统，我们的巴米埃国际大学100多位的优秀的老师们线上的起点。我所有的亲爱的伙伴们，他们真的是想改命，想翻身改命，想要在这个行业里拿到结果。那我们每天就形成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小核心，紧紧的跟随着云南老师，我爱您。在2025年，您整个团队给予了我们前进的力量，感恩，千言万语就是化作一个感恩。在我们成长的路上，如果有老师来给我们指点，时时刻刻的关注着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我们哪里需要改进，哪里需要提升，哪里需要怎么走，给我们把方向，是真的很幸福的。感恩这个动力哈，英杰老师就是那份不甘心，前平台没有实现的人生的理想和目标，要带着所有的伙伴要实现，要有一份责任，一份使命，带着伙伴走向生命的光明。第3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孤独，我们有系统老师们每天早晨7点陪伴我们，上线就是幸福，上线就是满满的感恩，满满的知足。太开心了，把麦交给英杰老师，有些激动哈。谢谢我亲爱的佩纯老师，这份动力就是不甘心，我们所有的人都内心都有不甘心，我们才每天早上这么早起来在线上，对吗？我们的这份不甘心其实也照见了我们自己内心的梦想。佩纯老师也是我们千千万万个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一个不甘心的自己。我们打出不甘心好吗？我们打出不甘心，我们不甘心才有改变命运的可能。我们去照见自己，我们任何时候都向自己开导。我们佩纯老师真的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普通人想要改变的一个心路历程。然后我突然泪目了，我就是听到佩纯老师说，那老师我真的好羡慕你啊，你有老师给你提点，你不简单听话了，你开始闭门造车了。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老师提点，我们是不是特别的幸福？
我们特别的幸福，因为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是塑料姐妹花，她不会跟我们说真心话。那在我们巴米埃大学，在我们的推荐人，我们所有的咨询线，我们真的所有的巴米埃大学的每一位伙伴，我们爱健康的这个系统，大家说是不是真的是最幸福？我们的成长才会有成功，没有成长，我们真的不会有成功。所以我们一起来做跟随型，我们不需要创造，我们只要紧紧的跟随巴米埃大学。好，下面我要继续挖一挖我们的王英老师哈。王英老师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带出一支马上就要上千人大将军的这么一支团队。我们王英老师也即将成为千人大将军。那我也很好奇啊，您这一路走过来，有没有小伙伴？就是刚才您讲到这个用潜能来做事业的时候，您有没有遇到过嘴里想要结果，但是呢，他也想上百人，也想要结果甚至定下了千人大将军的目标，但是不敢定当下的目标，尤其不敢去执行当下的目标，或者是有的伙伴他嘴里很想要，但是当你帮他规划的时候，你当真的时候，他反而会有一点情绪，他会觉得有压力。哎呀，怎么老师还给我压力了？遇到这样的情况，您会怎么做呢？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心里想问的呀？我把话筒和时间交给王英老师。我们英姐的这个挖心术真的是挖得很深。其实这一点也会是在他团队的过程里头会遇到的，真的是因为我觉得学会规划市场，这个是作为去带动和引领一个市场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从自己游学回来以后开始去跟着我们遥遥领先的老师给到的目标思维就是开始去定当下目标，也是因为当时感受到了这个给团队去规划、去定目标以后的结果，也是让自己在9月份回来以后的10月份晋升了300人。那这个过程里，我感受到了目标的重要性。那我也感受到了我们给团队、给伙伴规划目标的重要性。但是，当然，这个是我们作为团队长要去做的动作。当伙伴接收到这个频率的时候，第一时间他一定是想要的。那想要的这个心是有的，那如何去拿这个结果？自然把目标定完，当时的这种兴奋和喜悦，可是再去执行目标的时候，那伙伴也会有退缩，害怕怎么完成，不知道怎么做。再一个就是当他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会有情绪，这种情绪他会去在日常的说话的语气当中，在日常的表情当中，在日常的这个沟通中，面对顾客的时候，甚至都会去带着这种的小情绪。其实这个从来没有遇到过，但是在去做市场的时候慢慢看到了，怎么办？其实在最开始我会以硬碰硬的方式上，我就在想，为什么你要有情绪？这是你定的目标你想去你怎么还要有情绪呢？你怎么还会把情绪带给我呢？为什么我要来去背负着你的这个情绪呢？所以那个时候是这种心态。但是越是带着这种心态的时候，那我们说硬碰硬最终的结果，那肯定是不好的。开始去调整，开始去思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要用到我们的挖心术。你为什么要去？为什么你要去参加我们的 KT 计划？你为什么要去到加拿大？你为什么想成为100人？其实这个为什么做比怎么做更重要。有了这个为什么，不断的去跟伙伴去交流，这个时候我们要耐下心来。所谓的这个时候也要去打开你的格局，去包容他，要包容伙伴的情绪，要去接受伙伴的情绪。你要知道他这个时候的有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学会放下你的情绪，你要学会把嘴有的时候该闭的时候闭，该说的时候说，所以要去选择性的去面对伙伴的情绪。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真的是要去面对伙伴的情绪，有的时候也要开始去学会去放下，学会放下。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慢慢开始去思考了，
为什么去做，我也要思考我为什么要给伙伴们去定这个目标。那伙伴也要去思考你为什么要去，怎么去完成它。那就把目标去锁定和聚焦到当下的每一天，我还能做什么？然后也要告诉伙伴你还能做什么，不要被目前的这个目标所去影响到。我们回归到当下，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每一天要做什么？我们今天你要去见几个人？你要去跟几个人去说爱健康？你要跟谁去说爱健康？你要去帮助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换位思考，我们要想去帮助谁。所以经常我们有一句话说，爱谁就要把爱健康分享给谁。当你转念用这种想要帮人的心，想要去帮助你健康，想要去帮助你在爱健康拿你想要的结果的时候，帮他，爱他。所谓的用情、用心和用爱这件事，我开始感悟了，以前好像没有。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直的人啊，就是看到这个看不下去的，我想去说，哎，看到不对的事，我也想去说。那开始去学会，慢慢的，有些时候要学会闭嘴了，有些时候你要用格局，你要用你的胸怀去包容伙伴发生的一切，在当下的情绪没有关系，在行动中去解决，在去你看到你的目标的过程中，回归到当下去解决。那他有情绪的时候，暂且可以允许他有情绪，然后再去行动中再去解决。其实伙伴真的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因为不是谁上来就是一个领导者，不是谁上来就可以成为一个领导者，他一定是需要我们在这个过程里不停的去解决问题，去发现问题，然后去包容问题。我也是曾经想要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跟随着团队的人，但是我发现不行，因为我们是一个市场的引路人，那我们要去引领这个市场，那我们要去改变。所以呢，也是跟老师啊，我们的大家长们曾经有过多次的这个不停的沟通。其实我觉得在爱健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不停的去协调和沟通。上要协调我们的这个咨询线老师，下要协调我们的伙伴，左要协调我们的市场，右要跟我们的市场的团队去协调，去上下同欲，左右同欲。这件事情要通过不停的协调，才能知道彼此心中想的是什么，而伙伴想的是什么，那我们的团队需要什么。只有在这种不停的协调磨合，去不停的这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我们才能够走进彼此，才能够走进伙伴，走进团队。那还有就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当大家的心越往一起聚的时候，那伙伴也开始理解了老师，那伙伴也开始去学会去自己成长，开始学会想着我要怎么样去开始独立。其实这个过程真的是需要我们经历，你要允许自己要有情绪，允许自己伙伴有情绪，允许自己要有这个给成长伙伴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其实不是天生的就有格局，格局就是在你的成长历练中被这个委屈撑大的。然后还有就是呢，这种包容心也不是一来就有的，它也是在你不断的去面对市场、面对伙伴、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开始去觉醒，我应该要用情、用心、用爱。因为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模式，我们越帮伙伴，越爱伙伴，其实我们获得的财富才是越多的。这也是我在一路走来真正的去感悟到的。那面对着这些伙伴在每一个阶段的成长，我们看到自己来时的路的那种懵懂的样子，然后再看到伙伴这个时候他开始成长、开始独立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喜悦的这种感觉，真的不是在哪一个平台可以拥有和获得的，真的在组织行销这个行业，特别是在今天的爱健康的行业，它真正的让我们实现了上下左右前前后后的伙伴可以同欲，去共同去完成我们的梦想。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承载伙伴的梦想，承载团队伙伴的梦想。所以真的为什么要越在爱健康去
跟着伙伴走在一起，越去不断的去行动，行走在我们的目标的路上的时候，你越能感受到这一份事业带给你的这种责任，带给你的成长和带给你的历练。所以很要感谢这份成长历练。打开衣服确实是枪林弹雨的子弹，但合上衣服的那一刻，我们就是勇敢的战士。这是我想分享的，感恩，把麦交给到我们的英姐。哇，王英老师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大家听到心里去了吗？是不是我们当下屏幕前每一位伙伴特别想听到的，也是我们每一位领导人听进去了哈，太好了，也是我们每一位领导人当下正在面临的，对吗？我们可能也是从硬碰硬开始，然后这个目标是你定的，为啥你又不敢执行了呢？为什么你又想退回那个舒适圈呢？在那个内心的舒适圈呢？然后安慰自己，我再把基础打扎实一点吧，是不是？那今天王英老师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我们可以反复的跟伙伴沟通，去跟他心连心的沟通。你为什么要去温哥华呀？你为什么要上百人幸福长啊？你为什么要做爱健康这个事业呀？把自己给想明白了，老师只是来拉着你的手，一起往前走的。我们接纳所有人的情绪，也允许自己有情绪，也允许自己脆弱。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们赵婷一位那个中国籍的那个导演哈，在全球的金球奖拿到了导演的至高无上的一个奖励。他说了一句话：“我只是让每一个人能真实的展示他的脆弱。”他拍的是莎士比亚的他的那个家庭的情况。他说：“我要让每个人都能够接纳自己的脆弱，也要让每个人被看见，因为我们是真实的人。”谢谢王颖老师，您真的温柔无比，但是又有力量的那种。温柔是无坚不摧的，太爱你了，谢谢王毅老师。好，那接下来哈，我们已经快8点半了，但是还不能放过金娜娜老师。因为我在和金娜娜老师听到我们在会前会上，他一抢开话筒，他就说到了从那个刚才大家都听到了我的蛙的故事里面和他的生命故事里面，对我们日本之行有着非常大的一个触动，然后他自己的改变。还有我在会前会的时候，我抓住了一个信息点。大家知道我们吉拉拉老师从日本回来，他每天早上几点钟起床吗？他说我的初中没毕业，我要早点起来，我还不能只上7点钟的课。他说他5点半或者是6点钟他就起来了。那这么早起来干嘛呢？他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那7点钟的学习都不能满足他呢？为什么他要让自己有这么一个挑战？为什么他要？这个问题是我临时挖出来的啊，这个是没有演练的啊，大家要不要给出一个311给金娜娜老师？没有演练，这个没有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就是我临时挖的。我为什么要临时挖？我就是想看一看我们金娜娜老师为什么会这么早起来？你这么早起来，你都干了些什么？然后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能够为你的那个认知思维和你的团队带来什么？好，大家洗耳恭听，话筒交给金娜娜老师。真的是要把这个鲜花送给我们优秀的英姐啊！我觉得她真的是太会挖了。那我时间关系啊，就几分钟时间。首先从这个有一句话是为什么说从这个日本回来之后呢？不是说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梦想。大家听了我的这个生命故事啊，那么我在10岁的时候就有梦想。那么去日本我看到了啥？首先第一个，那我的梦想又被无限放大了。有一句话叫有梦想的人睡不着，没有梦想的人睡不醒。所以说每天早上啊，最晚我就会六点钟，不用定闹钟的一个情况下，甚至几乎是5点半醒来。醒来之后，那么今天因为每个人，那么我也是非常感恩这个平台哦。我发现今天早上3位老师他们的学历各方面都比我优秀，但是呢我是初二都没有毕业。因为我这个首先从这个学历上各个方面因为我在日本看到了就是很多第一个是梦想被无限放大，第二个是啥？是在这个平台国际化的舞台看到有很多
来自全球很多高质高能量的人。那还有更重要的是，还有比我所有的伙伴们更普通的人，他们都在这个爱健康拿到结果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我要早起？我不能当我团队的盖子，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不成长。那么今天爱健康就是那个爱健康，那么今天老师也做出了标杆。那么从日本回来之后，我如何带着我的团队去往前走？所以说我不能当我团队成长的盖子，那么我要不断的让我成长。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听什么？我不是说光仅限于早上7点的课程，在这个时候我不断的听总裁36计，听总裁34计，要固化来做爱健康。固化什么呢？固化团队，固化团队的什么？固化团队的野心。所以说在这个时候34计我悟到了哈，而且不是说听一遍，就是听总裁36计，所有的这个精髓哦，都在这个总裁36计里边。还有更重要一个点是啥？就是总裁讲一句话对我感触特别深，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的人。所以说你真正你想要在爱健康拿到结果，你会爱，你就会在爱健康。一个是爱，还有更重要一个点是啥？海纳百川。所以说我要成长，我要改变，我定位，我重新开始，我要改变我的性格，我要改变我的思维，我要改变我的行为。真的是那样一句话，就是说今天有梦想的人睡不着，有梦想又有责任心，想带着1万个家庭往前走。今天我必须要改变。首先我要改变我自己，我要改变我的行为，改变我的思维，更重要的是我要改变我的性格。我今天我要把我的老师告诉我，你每天你都要不忘初心，你每天你要问你自己，你来爱健康你是求健康求财富。我的老师告诉我，今天你要把你变成一道光，你把你变成一个菩萨一样。今天性格改变命运这句话我们都知道，这句话我们都会讲，但是没有真正几个人能悟到这句话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老师告诉我，你把你变成一个菩萨一样，你走到哪里你就像一道光。从这个时候我开始改变我自己，我开始逼我自己。我在这里我就逼我自己，我就看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改变，我是嘴上改变了还是行为上改变。我开始逼我自己。当我老公骂我的时候，我就不吱声，我就看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格局放大了。我就逼我自己，我看我一下，我真的是不是我真的是嘴上改变还是行为上去改变。今天一定不是说嘴上你要在爱健康，你要上100人上1000人上万户侯，你一定是从行为上改变。我就逼我自己，当我老公骂我的时候，我就不说话，我就改变我自己，我就看一下，我就忍住。我看我当我老公骂我的时候，当我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看我能不能稳如泰山，看我能不能掌控我自己的情绪。如果说我还是掌控不了我的情绪，那么今天我嘴里的改变只是表面上的改变，行为没有改变，思维还是没有改变。我老公骂我的时候，我忍住，我看一下我的后台米筋有没有少，我身上有没有少一块肉。所以说也是就是从生活中去改变，从行为上去改变。我看我身上到底有没有具备成功人身上的特质，也就是总裁说的海纳百川。你真的做到包容，爱老师，爱伙伴，爱总裁，爱你的孩子，爱你父母。你真正学会，也就是总裁36计教会我们的。现在这个社会是5行缺爱，当你真正学会去接纳去包容的时候，去爱的时候，你今天你不要纠结你在爱健康你能不能拿到结果，你一定会拿到结果啊。那时间关系啊，也就是那个这个每天早上起来逼自己学习，逼自己去行动，逼自己大量去做直推，逼自己每天做好时间刻度表，每天从我自身开始。总裁说的每日3件事情。好的，这个交给我们优秀的主持人。最后也非常感恩我们佩纯老师还有王英老师，更感恩我们的主持人，感恩老师给我成长的机会。谢谢娜娜老师。
随时把感恩挂在嘴巴边上，用您的行动，在我们全球巴米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面前展示出了你的改变，为你点赞。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觉得是不是特别过瘾？最后我请出我们的佩纯老师、王英老师，还有我们的吉娜娜老师，每个人用一句话来祝福大家，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那个大咖对你说，好吗？好的，有请佩纯老师。好，谢谢英杰老师啊！我想对今天新上线的新朋友们、新了解爱健康事业的新朋友们，我们每个人去分享10个人，去送出去10份功德，救10个人，送出10个功德，然后这份功德能够返回到我们身上来，改变我们的命运。我再送一句话，送给我们线上的一起在爱健康奔跑的伙伴们、战友们，我们一起加油！2026年，我们一起携手共创辉煌。然后我们在温哥华一起相聚，再祝福我们亲爱的、伟大的、亲爱的总裁、伟大的爱健康公司蒸蒸日上，一帆风顺。谢谢英杰老师，谢谢2位老师，王英老师、娜娜老师。谢谢佩纯老师的能量满满的祝福。好，请出我们的远在新疆的大将军王颖老师。我想对咱们的爱健康的亲爱的家人和伙伴们，我们共同点亮爱健康的一盏灯，意味着我们照亮了自己前行的路，也会吸引同行者。创业从来不是孤独的燃烧，而是用你的光去汇聚更多的光。在爱健康，你一定可以实现心中所愿。让我们一起去汇聚时光，去冲向我们的加拿大温哥华见。感恩有老师们的陪伴。谢谢王颖老师，我们把自己汇成更多的自己哈，更多的能量散发出去，汇成光来照亮更多的伙伴。好了，请出我们的娜娜大将军来送给大家祝福。好的，愿力建立在相信之上。在爱健康，当你感想的那一刻，舞台就属于你。相信自己，相信的力量，专注自己。愿我们2026年每一个人都活成一道光，帮助更多的家庭健康，帮助更多的家庭改变。感恩大家。好的，谢谢娜娜老师。今天我们再一次满屏的鲜花掌声311送给我们的佩纯老师，我们的准千人大将军王颖老师，准千人大将军，我们的娜娜老师千人大将军，送给我们的爱健康公司，送给我们的总裁，送给我们巴米埃大学所有的领袖们，送给我们的创始人团队，送给我们今天正在考察的每一位新朋友。我们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当我们遇到痛的时候，是我们的人生在升维。2026年我们温哥华见，大家明天早上的巴米埃大课再见，谢谢。好，再见。